滾出去別回來，你是不是老公不愛你，兒子長得又醜，心裡空虛？這幾天他在網絡上看到的孽障都讓我家給集齊了，巴拉巴拉的這種。Hello， 大家好，這兩天心情不是很美麗，因為遭遇了一場怎麼說，只能算是極微小的網暴吧。就是我在一個圖文平台上發布了一些我的動態，然後呢就被罵。所以這期視頻我想聊一聊，為什麼現在網絡暴力好像誰都能被捲進去？因為我發現這樣的情況不在少數。從普通人，比如說像我這樣的普通人，到韓紅，到已經不在了的大 S。我先說說我自己的事兒吧。前幾天我在一個圖文平台發了一條很普通的动態，寫的是我回國這件事兒。我回國了10幾天，當時我就說，我說我剛回来的那幾天，覺得哪都特別親切，而且很便利，很便宜。但是慢慢的，我就發現開始有點想躲了。其實我指的不是說躲哪個具體的人，而是躲那種感覺，就是那種說話可能要留一手，拐個彎，甚至動不動就 PUA 你的一種氛圍。所以呢，我就發了幾句感受，是關於我回國的幾句感受。然後沒多久呢，一堆評論就推送過來了，然後我當時點進去一看，全是罵我的，而且難聽程度可以說令人髮指。這些非常惡劣的評論呢，我第一時間就舉報，而且刪除了，所以這裡就截不到圖了。但是這次這種密度和這種情緒的濃度，我說實話是懵的，因為我寫的還不是說我評論一個什麼生活話題，我寫的是一個很私人的感受。甚至連國內不好這4個字我都沒有說過，我說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方式讓我開始覺得有點累，有點疲憊。這句話怎麼就變成了看不起自己的國家，甚至還能連帶我全家一起罵，未成年人也不放過呢？我就真的是沒有理解。我把手機放下之後，腦子裡就一句話是：現在是怎麼了？後來我就想明白了一件事兒。其實不是一個平台怎麼了，也不是說我說的對不对，而是這種網絡暴力的環境確實無處不在。這種感覺就像什麼呢？就像是你在小區裡跟鄰居隨口抱怨了一句，說最近物業的工作做得不太好，態度也不太端正，然後可能就有10幾個甚至幾十個陌生人衝進你家，指着你說你忘恩負義啊，不配住在這兒等等等等。他們甚至都不認識你，但是他們可能比你的朋友還要激動，還要憤怒。然後你就會開始自我懷疑，是不是我表達的方式有問題，是不是我不該分享這種感受呢？可是我後来又一想，如果我說連一句我覺得有點累都要被人就是這樣人身攻擊，甚至對我全家進行辱罵，那這不也就恰好印證了我最初想說的那句話嗎？人和人之間那種互相提防、互相較勁，動不動就往壞處想的不友好的狀態真的存在，而且比我想象的更嚴重。所以这期視頻呢，我想認真聊聊網絡暴力這件事兒。不光是我自己的經歷，我還想說2個最近很火的例子。一個是還活着的人，一個已經不在了。我會發現就是這3件事兒看起來毫不相干，但是它底層的邏輯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我先說第一個例子吧，就是歌手韓紅的事情。我覺得這個事情大家應該都知道了，因為也已經發生有一段時間了。咱北京的兄弟姐们儿、爺們娘們兒，能不能給走個面兒？走個面兒，咱北京2000多萬人口，您受累，您走個面兒，把這第一波的票房帶起來，咱就有了。我謝謝您大伙兒，謝謝。這句話因為被剪成了一個10幾秒鐘的視頻，就是傳出去了之後就開始變味兒了，然後這個時候就開始有人翻舊賬了，就把他這些年做公益的經歷一條條的拎出來質疑。這個轉折呢，我覺得特別值得琢磨，就是一開始罵的是這句話你應不應該說，或者說在這個場合你說的得不得體，在這種環境，在這種狀態下有沒有問題。但是後來呢，就開始變成了你這個人本身就有問題，你這個人幹什麼都不對，這中間的邏輯跳躍特別的大，但是好像就沒有人覺得奇怪，就是大家就一股腦的去罵韓紅。這就是網暴一個人很典型的路徑，就是先找一個具體的錯誤，然後再順着這個錯誤把這個人過去做的所有的事情都重新翻譯成證據。
就這一次，我覺得就有個人，我觉得他说的挺对，他說是道德绑架和舆論監督这两個東西在這次的事件裡就整個攪在一起了。就是有一部分呢可能是正常的質疑啊，但是另一部分呢，我覺得很大一部分說白了就是找到一個可以發洩的靶子。他不管你的數據就是擺得有多清楚，然後你的數據有多真實，真相到底是什麼，反正情緒已經上來了，我就是要繼續罵。但是一旦有人開了這個頭，後面跟風的人他根本不會想要弄清楚你上下文，他們只需要知道這個人又說錯話了，這個人就是讓我感覺他居高臨下了，這個人他的生活狀態好像就是比我就是高一等，讓我感受到了，所以這就夠了。這就像是一個滾雪球一樣，就是一開始那顆雪球什麼樣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滾起來了，越來越大，然後就砸到人身上，誰也不會去想一開始那顆雪球到底有多大，到底是怎麼回事，事實是怎麼樣，沒有人在乎他在公益路上到底做了多少貢獻，付出過什麼，甚至我覺得打字的那些人根本不會在乎真相和事實。這是一件讓人挺失望的一件事兒，因為我覺得韓紅不管他就是這幾個字兒說的對與錯，我覺得他真的罪不至此。還有一個例子就是大 S 他走了1年多了，這1年多圍繞他的新聞是沒斷過的。然後最近這幾天又有一個消息衝上熱搜，就是說大 S 名下他的遺產，就是他銀行卡裡的現金流餘額只有40多萬人民幣。然後這個數字一出來呢，網上就炸了，因為大家就覺得他出道這麼多年嘛，正常來說怎麼算也不可能就這麼一點錢。然後因為他的那個媽媽又出來說是因為他打官司也花了很多錢，種種的吧，然後各種猜測就開始滿天飛了，就有人說他這些年花在保養生活開銷呀，衣服珠寶包包上不計其數，還有人覺得他是把錢就是補貼給了娘家吧，也有人說他這個錢主要給光頭花了，什麼給光頭開演唱會啊什麼之類的吧。就這些猜測其實都沒有一個能夠拿得出證據的，基本上都是網友自己東拼西湊自己腦補出來的劇情。我想說的重點是大 S 的錢到底去哪兒了，我覺得這根本就不該是公眾有資格追問的事情。就是他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1年多了，他銀行卡裡還剩多少錢，然後他在世的時候他的錢是怎麼花的，我覺得就是居然還能被幾百萬人拿出來當談資，被反复的扒，反复的審判，反复的編排故事，就這個是怎麼說呢，就真的是讓人脊背發涼的一件事兒。不管他生前什麼樣的人吧，我們平時說死者為大，說的就是一個人不在了，最起碼的分寸感和尊重不應該被丟掉，對吧？可是你看看，就是關於他的這個銀行卡的餘額就是被披露出來之後，就那種就大家網友就是那種審判的語氣，就是我覺得真的是很恐怖的。比如說我就看到有人說他怎麼可能就剩這點錢啊，他還為孩子花過什麼錢呢？他的孩子不都是他前夫花錢嗎？什麼什麼的。然後對，我還看到有人說他養孩子花什麼錢，買草莓都要跟前夫報銷，他跟光頭結婚的時候婚紗還要刷前夫的卡，等等等等，就是這種非常不堪入目的話。这也是我這幾天想通的一件事兒，就是網絡暴力它從來不是針對某個具體的人做錯了什麼，它更像是一台永動機，只要有一個由頭，它就能自己轉起來，轉到誰身上都行，甚至這個人已經不在了都不影響它繼續轉。今天是大 S， 明天可能是隨便一個發了條動態的普通人，比如說我，比如說你。那到底是什麼在推動這台永動機呢？我想到幾個，第一個就是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在網上留言啊什麼的，基本上都是匿名啊，或者是起一個網名，對吧？我覺得他就是去說，不管說多惡毒的話，他都是零成本的。因為我覺得在現實生活中，你要承擔眼神交流，承擔對方的反應，甚至你要承擔你自己說完這句話之後的那種尷尬和不安，對吧？但是在網上，你打完這句話按下一個發送的鍵，你面對的只是一個頭像，是一個網名，那種真實感，我覺得就被稀釋。所以屏幕可能就是一層玻璃，它讓你覺得對面那個人不是真實的人。然後第二個呢，我覺得就是群體給這些人的一個安全感，就是比如說一個人罵另一個人，他可能還會心虛吧，別人是這麼想的，大家都有從眾心理嘛，擔心是不是自己太過分了。但是如果1000個人一起罵，甚至幾萬人、幾百萬人一起罵，那每個人分到的責任基本上就是0了。
而且反正也法不責眾嘛。然后第三個呢，就是我覺得有一個叫立場先行這麼一個概念，就是當你的立場先入為主之後，所有的你後面所有發生的事情，你的就是後面所有的這個就是證據都會被重新解讀來配合你想象的這個立場。就比如說這也是我覺得最可怕的一點，就比如說一旦一群人認定了這個人動機不良，就是他的立場就是這樣。比如說韓紅嘛，你是個有錢的人，然後你做这個公益基金會，你的錢哪來的？他是自己想象出來的一個動機，但是你認定了這個動機，那麼這個人接下來做什麼都會被解讀成印證這個動機。就比如說韓紅基金會，他把那個就不是把那些管理費啊、薪酬這些都公布出來了嗎？按理說應該能平息一部分質疑了吧？但是對於就是已經对他有認定靠慈善撈錢的人來說，這些數據反而會被解讀成，你看你還專門發通稿洗白，更說明你心虛。所以就挺無奈的，就這個邏輯一旦啟動就沒有出口了，任何反駁都會變成新的罪證。然後第四呢，老實說也是我覺得最現實的一點，就是其實這些東西都是流量，就衝突本身就是流量。比如說罵戰吶、反轉吶、扒明星的隱私啊，有一定就是知名度的社會名流也好，明星也好，他們的一些私生活呀，這些東西天然比一條平靜的講道理的內容更容易被點擊、被轉發、被討論，對吧？就比如說大 S 这件事兒吧，他從遺產分配炒到房產糾紛，又炒到銀行卡餘額，每一次呢，他的新聞都能重新衝上熱搜。說白了，就是平台的算法，它不會管這種圍觀會對一個已經不存在的人也好，或者還在這個世界上的公不公平，它只關心這條內容有沒有人看，有沒有人炒。就我剛剛說的這4個東西加在一起，就是這個零成本的匿名啊，群體的責任感被稀釋啊，然后立場先行啊，流量本身。就是我覺得這4點吧，讓網絡暴力這台永動機可以一直轉下去，它會一直有燃料。說回我自己吧，就是這幾天我也想明白一件事兒，就是我那條被罵的動態，我看了很多遍，我覺得沒有一個字是錯的，而且我說的是我自己真實的感受，就是一種從親切到疲憊的心理變化。我覺得這是個非常自然、非常就是那個私人的一條體會、一條感受吧。這跟我愛不愛這個地方、什麼中國人上升到中國人沒有任何關係。就像你愛一個人，也會有覺得跟對方相處很累的時刻，也會有覺得對方很淡的時刻，這兩者從來都不矛盾呢。然後我把韓紅跟大 S 的事拿出來講了，是因為發現確實是，不管是我們這樣普通人，還是韓紅這種知名的公益工作者，也不管是大 S 這種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的人，只要網絡暴力這台機器運轉起來，誰都逃不掉。所以我想說的不是一句空洞的說我們要理性上網，我們要文明发言，我們要給網絡創造一個清朗的環境。我覺得這些有點像喊口號，我覺得可能更多的是我們是不是可以借鑑一個方法、一個規則一條線。就是比如說下次當刷到一條讓人有點情緒的內容的時候，在想打字罵人之前，是不是可以試着停3秒問自己一句，如果這句話是我當着這個人的面說出來的，我還敢不敢說？如果他就站在我的面前，如果不敢或者我不想說，那这可能這句話我覺得本來就不該存在。如果每個人都能這麼想，我覺得也許我們的環境真的會變得更好一些。這條視頻聊到這兒呢，我其實心裡還是有點堵的。雖然我說像我們普通人可能被誤解、被攻擊了之後，你可以說一句看開點，或者你跟朋友跟家人聊一聊，可能就過去了。但是我突然想到，就是我曾經看過一個新聞，是一個染了粉紅色頭髮的一個小姑娘，然後因為也是遭受了網暴，然後就是可能心情非常的低落，然後離開了這個世界。這樣的事情我想大家也肯定有看過，而且肯定不是1個2個，也不在少數。所以我覺得就是我們想要一個健康的網絡環境，可能除了說我們在遭受網絡暴力的時候保護自己之外，也許我們在看到網絡暴力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去說不，我們就可以站出來為遭受網絡暴力的人发聲，也許這也是我們能做的。好了，今天的視頻聊得比較久了，所以今天就先聊到這兒吧。如果你也有被誤解或者甚至被攻擊的經歷，我也歡迎你們在評論區，咱們可以聊一聊。